一开始是他追的我，现在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就想跟他结婚，可是他却一直很任性，从来不为我考虑，甚至还经常让我下不来台。我现在觉得他越来越自私了，我把我的立场已经跟他说清楚了，但是他从来都不会理会，从来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我怎么把自己交给他。我现在有足够的能力给他好的生活，但是他却不知足，总是用各种理由拒绝我对他的爱。我总觉得他对我的感情已经淡了。他一直在逼我，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根本不是真心爱我。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合不合适在一起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林，27岁，来自辽宁，主持人；女嘉宾小英，29岁，来自四川，化妆师。欢迎两位哈。小林是主持人是吧？对，我们是同行哎。你是广播还是电视啊？我是电视新闻，但是我现在在做商业主持。哦，你追的他是吗？对，当时就觉得他挺有份儿的，然后就跟他告白了，然后就在一起。哦，你就是在活动里看到他，就喜欢他吗？不是，他是我老师。什么老师啊？培训的。哦，还是一培训老师，啊，怎么了？今儿来这儿为什么呀？其实我们两个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很难以接受的事儿。哦，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在四川工作，上的大学就在这边工作，他是四川本地人，我们俩在一起1年多了。但是我因为从事这份工作，所以节假日很少能回家，大概有4年多了吧，没有回过老家。父母呢，我有一个哥哥，但是常年在国外，所以他们也见不着。我又是家里老小，爸妈就比较想我。之前过年呢，就刚好来成都，说陪我一起过个年。本来就打算留到15之类的，就过完年差不多就回去了。然后大家都知道赶上这个疫情的情况啊，他们也走不了了，而且我也不放心，他们回去也不安全，就在这住了大概有2个多月，住到3月底4月份的样子，他们才回去的。就是这么点事儿，多待了2个多月，他就不高兴，中间可能待了半个多月吧，2月中旬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怎么求都不行。我那叫离家出走吗？我们就是合租关系，我就是不想跟你爸妈待着了，我就回我闺蜜家住了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吗？我爸妈来，这是一个大事儿，不管怎么说，你当爸妈面前是尽孝心也好，是怎么样也好，你就装个相不行吗？我不瞒您说，主持人，我甚至跟他说，我说你要不回来，我给你打电话，我求你，不行，我说你要不回来，咱俩就分手，就这都没回来。哦，你爸妈本来是说的住几天，现在住了几个月了，好不好？而且你爸爸那么强势，让你不要下厨房了，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他不让你下厨房，让你妈做，以后就是让我做呗。平时我怎么照顾他，洗衣服做饭接他上下班，我觉得都行，都是小事儿，只要他高兴就行。你说爸妈来这种大事儿，你不能给我点面子让我做下主吗？咱说就装一下能咋了？我怎么装？我装1-2天可以，那么久我怎么装？我不想装，我就不想跟你爸妈住一起，怎么了？行，现在好。不，这个也别闹啊。结婚了吗？还没。啊，没结婚不住一起不是很正常吗？之前我爸妈这次来，其实就是想见见他，让我们俩早点结婚。这不就见了吗？就行了吗？而且我觉得他爸妈现在根本就不喜欢我了，都张罗着帮他相亲了，而且也让他哥帮他物色对象，而且又让他回老家了。行，我第一个点我明白了啊，男生有男生的想法，女生有女生的想法。第二个问题呢？我爸我妈这不一看人家离家出走了，也不敢再耽误咱了，就回家了啊！回家的时候我说你跟我去送一下，就这都不送。回了家之后，我爸妈就说，感觉我们两个不太合适，就说让我早点回家，想让我早点结婚。我呢就想着跟他结婚，我们俩好好过日子。结果我就一边拖着家里，一边跟他商量，我们俩结婚。我说我们去看房，我说我现在虽然赚的不算多，但是多少我也能买套房，能起码的咱们生活没问题。然后为了说买房，我还把我之前的车卖了。又添了一点钱，先买了个公寓。我就说，无论是自己住啊，还是投资都行。就这还不满意，我就不明。买房的时候你也没跟我商量呀？为什么买了房就一定要结婚？别人都是买不起房，给不起彩礼，人结不起婚。我这上赶着出去赚钱，给你买房，求你怎么还不行呢？我说房产证写咱俩名字，不高兴。我说写你一个，就这都不愿意。
我没有想好跟你要不要结婚，你现在就是在逼我嘛。这是关键啊，人家没想好呢。老师，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也1年多了，他29，我27，年龄也不小了，父母也见过了，各方面也觉得不错，为啥不能结婚啊？问他呀。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结婚呀，而且我跟你在一起之前，我也想的是我要30岁才结婚的。你30岁之后结婚再生孩子，你多大岁数了？你有想过没？他身体本来就不好，经常感冒，我不也是为你身体好吗？总之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想结。这可以啊，我想好了。其实我觉得行啊，我倒觉得女生这样好，就是我没有考虑好，我觉得哪儿还不对的时候，我可以不嫁呀。这你别着急嘛，再等个1-2年，慢慢的感情再关键是现在啊，我这家里啊真催的也急，而且我也是确实很喜欢他，所以才义无反顾我们2个在一起啊。现在家里又催着，又让我相亲，我这又拖着，而且我们俩就我觉得很难跟他沟通，他从来说话都是阴阳怪气的。比如说呢？就我问他，我说今天吃什么，他就跟我说我吃什么你不知道吗？那你连我吃什么都不知道，那我还怎么嫁给你？厉害，这姑娘够辣哈！哎呀，啊，女生你这个对男生有什么不满意吗？他就是这样，你追的人家对吧？对吧？他现在说，哎，我都准备好了，所有的都准备好了，我就为了娶你。你觉得哪儿不满意？你可以说出来。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结婚，然后我就问他啦，我说我们结婚之后住在哪儿呀？以后怎么生活啊？他跟我说，让我以后结完婚之后就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了，然后就照顾照顾家里，照顾照顾他爸妈，再把他爸妈接来成都，买到同一个小区楼里，这就是让我当保姆嘛，而且还是免费的那种。我不想要这样的婚姻，害怕婚后的生活。根本就不是这样，老师。他的性格吧，做什么事儿都是3分钟热血，好听点叫爱好广泛，不好听点就做什么事儿都不坚持。之前他做过营养师，做过健身教练，没一个干得长的啊，就干个1年半载就辛苦累就不做了。然后就过来跟我学主持，我觉得他各方面都不错呀，我也很支持他。我说我给你推荐活动，推荐客户，然后去帮他安排，想办法去主持。结果人家好。我不瞒您说，他主持过4、5场活动，没有1场活动的稿子呀、音乐是他自己准备的，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帮他写出来，帮他准备好，就差我帮他主持了。就这样，他跟我说我不想干了，啊，主持太累了，辛苦。我觉得他做什么事都很飘。我不瞒您说，我怎么就飘了？你帮我写个稿子怎么了？你本来就是专业的，你不帮我写，谁帮我写？再说了，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吗？我写的能有你写的专业吗？这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吗？你钱不是给自己赚吗？而且你不应该自己学着成长一点吗？我说不过你，反正你都是对的。你是老师，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您看，主持人他就是这种状态，每次一说到这儿就是这种啊，软不拉几的，不好好说话也行。还干过什么呀？他就弄什么淘宝直播啊，我也去看过他直播。他直播换衣服就在他们工作间，就一个帘挡着，周围还有其他人，这谁受得了啊？我就不想让他干，好说歹说都不行。最后我为了哄他不做直播，你不说赶活动辛苦吗？我送你个车，然后你平时愿意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就为了哄他不做直播啊。对，是没做呀。不做直播之后。之前他做的是化妆师，跟我说手艺不好，买了车之后我说你老实在家，你愿意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好好照顾家。结果车买没2天，人家又干化妆师去了，还拜个什么男化妆老师，天天跟人家跑外地去剧组，通宵不回家。你怕他又喜欢上那个男老师？不是，您说啊，我们俩本身就是有点师生的那种。知道，我能理解你那个想法和状态啊。哎，你跟他求过婚吗？求过呀，5月20号刚好也是他阴历生日。我就没告诉他给他准备礼物了，我就假装忘了他生日了。我叫了一帮朋友，又准备了花99朵、戒指、礼物，然后我让他朋友给他打电话，给他哄下楼，说给他拿东西了。结果一下来，我就捧着花加戒指就跟他表白求婚，结果人家什么都没搭理我，怎么问都不行。你让我真的是无地自容，我朋友都怎么想我们？你无地自容，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也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我都以为你忘记我生日了，我本来就很生气，再加上你又没有跟我说你就要跟我求婚，我觉得你就是在逼我嘛，就是想让我立马就结婚。那说了还叫求婚，还叫惊喜吗？为什么不叫惊喜？那我们双11买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买啥了，但我们拆快递的时候，那还是很高兴呀。这孩子的回路不一样，啊，挺可爱的。后来就没答应是吧？没答应啊，我现在就觉得他是拿着我，
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想跟他好好过日结婚，人家就觉得无所谓啊，你也不着急。这个女生，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婚姻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想就是顺其自然的结婚，我不想那么赶，而且我不想跟父母同住，我想就我们2个人在一起。我很喜欢恋爱的感觉，我现在真的没有想好要不要结婚。你说句实话，这个男人现在在你眼里是不是没魅力了？没有啊。还特有魅力吗？但我觉得好像都一样。好像都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觉换成其他人可能也一样。不再爱了哈？没有，是他不爱我了。他怎么不爱你了呢？他有的时候让我很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他做活动我都照顾他，帮他熨西装，让他就这样简简单单就出门，我就帮他拎着包。然后有一次把他的西装弄脏了一点点，就一点点，根本看不出来，他就对我发火，我感觉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了。他那个发怒的表情就感觉要吃了我一样。我觉得如果他以后在我们婚姻当中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我根本就没有凶你。就主持人不瞒您说，我没什么特殊爱好，就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平时就喜欢买几件西装。我觉得人总要有点爱好吧，就像你的口红这些东西一样。那如果我不经意间给弄坏了，你肯定也会说一句什么的。我也不是故意要凶你，而且现在西装不让买了就不说了，还让我把工资卡什么都要交给他。但是你说我把工资卡这些东西都交给你，我出去怎么办？我跟朋友在一块儿怎么办？那我拿着你的工资卡不是也为了你好吗？你看你这么多年1分钱都没有存下来，全部买这些西装了，这就是一种病态了。这怎么就病态了？我没攒钱，拿啥给你买的车？拿什么买的房？哎，那车也写着他的名啊。当然，因为我们俩在一块儿，我觉得人家跟我在一起了，我就得全心全意待人家。行。其实这一段感情的背后还挺有代表性的。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老师们的看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细听下来，似乎感觉到男生非常呵护她，处处为她着想。可是我依然听到了一点弦外之音，就是你对他所有的爱是你不由分说的施加给他。比如说，你希望现在就结婚，无论他愿不愿意，你提出来了，都应该赶快把婚结掉。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和你们一起住，无论他怎么想，你觉得这个决定应该没有错。然后比如说他以后婚后到底怎么安排，你似乎也把它都设计好了。我觉得你的爱其实是带了很多你的要求在里面。对于女孩来说，她其实不太愿意，甚至我觉得现在已经有退缩的情绪在里面了。按说她年龄大一点，可能这种对婚姻的迫切应该是比你更强烈。所以我也觉得正常应该就是他着急，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他是一点儿不着急，拿着我。而且更奇葩的是，如果想结婚，人家都提条件，我必须要减肥，不控制下来都不能结婚。当然啦，你现在就是要把肥减下来，然后才能谈结婚啊！你现在都3高了，我们以后怎么在一起？他不愿意跟一个病人生活在一起，是吗？对，他怕他减肥跟结婚有关吗？有关系。我觉得你爱我的话，那你做出一点点表现怎么啦？哎，他现在对你提要求，我觉得对你的健康是有益处的。但我是觉得你们的关系好像跟我们平常感觉的完全不一样，那一定是有其中的问题在里面的。所以小伙子，我觉得女生其实已经道明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不希望你用这种爱情来束缚了我，包括未来的婚姻，我的工作你也不希望我做了，我就在家里待着照顾你和你的家人，这都不是我的需求。他其实是有自己想法，我觉得他很清醒。女生，你既然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其实是支持你的。事实上现在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你留足够的时间去让你做决定，所以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男生你也是，如果在这个时间他有这样的顾虑的话，你们其中一定有问题的，好吗？我首先很认可他们2个人之间这段感情啊，我觉得2个人都很真诚，这一点很难得。但我觉得女生，你是家庭条件太好了吗？也没有啊。但是你肯定是从小娇生惯养吧，衣食无忧。也还好吧，就是比如说像我上学，我爸爸妈妈肯定每天都会接送我，
就是晚自习的话，我也没有住过校，都是爸爸开车来接我回家。所以能看得出来啊，你是一个优越感很强的女生，不是拿经济条件来衡量你啊，是拿爸爸妈妈给你这种爱来衡量。我觉得爸妈给你的爱够了，可是对你精神的富养不够。我不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生。有一点，你连工作都不愿意自己完成，你只是凭着一时的兴趣爱好去找。今天我爱干这个了，哎，我去当个主持人。明天我觉得化妆师好玩，我去干个化妆师。后天呢，我又觉得可能直播挺好玩的，我再去干直播。然后大后天我觉得不行，这3样我都不喜欢，我可能就喜欢在家待着，那我就回家待着去了。我觉得真正的女性的独立是精神上的，就她首先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你缺的是这一点。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说的好听一点是你个性很强，但说的难听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是你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父母。你不愿意他的父母和你们一起生活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看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爸爸妈妈来了，我也开始那2天也。他是你的男朋友对吧？对，他是你爱的人是吧？是。他的爸爸妈妈说是要待到15就要走的，可是突发的情况谁能料得到？谁愿意经历这样的情况？你愿意爸爸妈妈冒着生命风险去乘坐交通工具回到老家吗？如果是你的父母，你愿意这样做吗？会。正在最严重疫情高发期的时候，怎么乘坐这些交通工具都让居家隔离？你告诉我怎么回到东北老家去？可能是他爸爸当时太大男子主义了，我就一时没忍了就走掉了。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足够爱他的话，忍这一时也是忍，毕竟那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我觉得在基于这2点，你对于自己整个的人生规划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人生规划。但你好就好在你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很有主见很有原则。但是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对于他的爱没有那么深了，所以你开始事事挑剔，事事看不顺眼，所以你开始提出婚前要减肥。但是这是基于爱的出发吗？想清楚这一点。如果要是觉得真的不能往下走的话，就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好吗？谢谢。2个人都没什么问题。对，好得很。男生特别好，27岁靠自己努力买车买房，各种都是挺讲道理的，我觉得特别好。挺棒的。女生也是，女生独立啊，有底线，有坚持，我都觉得挺好。问题就在这儿，就是2个啥都挺好的人，今天闹出矛盾来了，那说明就不是一个对错善恶的问题，它是个价值观的问题，你知道吗？它就变成是个3观的冲突。这个时候，我帮你找一下原因啊，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是一个特别讨厌被人管束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游牧青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青年人，好像这个世界是一片草原，他没有专门的路，他就愿意在草原上各种奔驰。今天想干嘛就干嘛，想往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他没有目标，他就要无限度的去尝试，是这样吧？对吧？因为觉得世界太广阔了，就想看一看，就想各种尝试。他跟你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做什么事儿都对，是。所以你看我说了吧，是3观的问题，它不是对错的问题。我针对游牧青年，我又创造了一个词叫长跑者。你是一个长跑者，你跑的是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你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人脉，越跑越顺，越跑越顺。你们是2种不同的做人方式，不代表谁对谁错。但现在我告诉你，你的女朋友虽然20多岁了，但是她并没有想从那片草原上撤出来，她还要当游牧青年。你劝不服她的，你只能接受或者不接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你们对于婚姻生活的期待不同，或者你们对于婚姻生活的理解不同。你描述那种叫依附式的，你不用工作，在家干家务，照顾孩子，我反正能挣钱啊，车房都给你啊，你只要把家照顾好就行了。那么他现在崇尚的是一种现代式的婚姻生活方式，叫联盟式的婚姻。
什么叫联盟式的婚姻？第一，我们是对等的，没有谁依附谁；第二个，我们是功能化的，就是你有赚钱的功能，我也有赚钱的功能；你要做家务，我也要做家务的功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功能区的。第三个是有完整的个人边界的，这种个人边界包含了父母不能突破我们的个人边界，这叫现代的联盟式的婚姻生活。你们两个人在这样的对婚姻生活的理解上面出现了很大的冲突，他要的婚姻和你要的婚姻不是同一种婚姻，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最难就难在这儿，你们俩都对，都好，但是你们这个冲突是无法弥合的。但是我就觉得你不用说，你不用说，因为没有对错可言，所以我要给你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你们应该再用1到2年来打磨你们未来真正对于婚姻的理解，而不是急于现在立刻就结婚。因为你们可以走出第3条路，第3选择。这个第3选择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是你传统式的，也有一部分是现代式的，但是走出一条你们自己的路，不要着急，就这样。的确不合适啊。我相信你们一早的时候3观大家觉得是合适的，因为起初只是在谈恋爱，没有讨论到婚嫁。只有在婚嫁的时候，过日子到具体的时候，这一些冲撞才出来。就像小姑娘一早会认为你肯定跟她父母能处得来，所以你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先下的回避过去。你觉得他和你都处得来，平时听他讲他爸他妈，你觉得人应该都挺不错。对，而且他经常说他爸爸妈妈挺好的。对，然后之前也视频过，就觉得也挺好的，没有那么的抵触他们。等到住到一起的时候，发现生活习惯可能有不一样，特别难忍的就是父亲的大男子主义。就像你一再强调的，看到妈妈就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你的未来的跟你结婚之后的这一个婚姻画像忽然一下具象了。这个具象就是看到了你妈妈是她不想成为的人，而你妈妈却又是你觉得最伟大、最喜欢的女性，也希望自己的太太未来能够像妈妈一样。在这个时候，这个冲突太可怕了，所以对他已经剧烈到，如果不回避出去，一定会发生争执。以他的性格，你觉得在家再憋几天，他会不会跟你爸妈吵起来？他会不会替你妈打抱不平？他甚至可能都不是因为你们家人对他怎么着了，他可能就看不得你爸爸对你妈妈的那个态度，直接就火了。可能就会直接怼回去，叔叔凭什么老是阿姨做饭啊？您收拾过一次碗吗？您帮阿姨了吗？您怎么老这样教您儿子呀？那将来我怎么办啊？可能就直接就这么怼回去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你别老说你希望的，到那个时候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会更糟糕。所以他回避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对的选择。然而他接下来没有再探视，包括老人走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去送送，这些可能会让老人觉得你是因为厌恶我们，所以躲出去了。所以这一点可能造成了他爸他妈对你不够喜欢。但是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跟他赌气，并没有觉得他爸爸妈妈怎么样。是啊，所以这就是两个人对于婚姻这种现实生活还有矛盾冲突发生的时候采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嘛。刚刚大家都在说这么多，我就觉得吧，你喜欢西装，他呢可能就是一个牛仔褂。你要求一个牛仔衣每天能够配合上你出入你的场合，过上你的生活，你觉得不舒服，他觉得也不舒服。你要的那一个女人还真的不是他。我觉得你可能喜欢他的样子，喜欢他有的时候耍小性子，或者是说那种可爱的讨你喜欢的地方，然而你根本都不懂他，你也不尊重他，你不觉得他有工作的能力，所以你才敢跟他描述说将来结婚了你就别工作。现在你的女朋友在你看来是没长性，营养师没做长，主持人没做长，化妆师没做好，所以你认为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来，因为她没有别的能力，她没有做出任何牺牲，反而你给她了一个安稳，你在成全她的幸福。对。但是对于你来讲，你这么认为吗？你认为自己的事业失败吗？没有啊，其实我就觉得都很有意思，我都想尝试一下。对了，这就是你们的冲突啊。他没有打算在哪一行做成翘楚，他就是喜欢研究。哎，这一行我进去看看，适合我吗？适合就玩一阵儿，不适合算了，我再换一个。现在你给了他一切，这一切都没留住这一个女人，她都在拒绝你，你都应该知道问题很大了。
房子，你准备了是吧？对。车子写他的名字了，好有诚意了。浪漫的求婚有了，然而他不要。他为什么不要？你回答我呀。可能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你所描绘的未来，他觉得不美好。当你一个劲儿的想去说服他接受这一切是美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问问自己，我女朋友究竟想要什么？我们人人都知道，你想要一个贤惠的太太，你想要全家人其乐融融，你希望打拼世界，然后家里头有一个女主人操持一切，做你坚强的后盾，这都是你想的。而你太太想要什么呢？当你永远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替他想，找出2个人的这一条路来的时候，你们是走不下去的。要么调整自己往下走一点，都不愿意调整的话，就地分手。唉，小伙子心里不是个味儿啊，都没错，都挺好啊。就这2个孩子，我觉得你们首先应该感谢你们的家庭，女生特别要感谢你的爹，就是恰恰是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爹给了你特别坚强的精神上的这种爱，才让你如此敢这样。他说清楚，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不知道我们俩为啥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一直都想把自己最好的，把我所有能给你的全都给你，只要是我的都是你的。我只是希望我们好好在一起过日子。我不希望你总是耍一些小脾气，我希望你能多理解我。但确实我也可能没有完全理解到你。我们之间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我相信，真的相爱的人一定会走到一起的。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但是我不想让你那么逼我。我希望你能跟叔叔阿姨解释清楚，想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谢谢2位哈，请回，请回，请回。让我们看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看。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喂。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婚后生活，还是跟现在一样，一直都在热恋。我不希望有一点点的不开心。我并不是不喜欢你的爸爸妈妈，我真的是没有做好准备。你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来，请亮灯。人家让你再给点时间，给不给啊？听他了。嘿嘿，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